其实我想问一下你对这个无论是什么大陆也好，嗯嗯台湾、香港、澳门那边也好嗯嗯的那个是可以说当代的什嗯么幽默有什嗯么感受的？因为我接下来嗯我跟你讲我的感受。嗯嗯可是我想问一下你，嗯嗯就比方说你开什么电视，然后嗯看一个电视节目，然后看一嗯下有一些幽默的特点。嗯嗯那 OK，那我先讲我自己的印，OK 象。我自己 OK，的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我看什么电视节目啊，什么嗯《非诚勿扰》《非诚勿扰》这类的这类的节目，嗯哼他们那边的幽默感其实是他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显著，就是明显。就嗯嗯是有一个人在开玩笑，就是要特别强调这个人在开玩笑，所以会有一个各种会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上面，在下面就是哈哈哈哈哈，哇，蛮哦幽默的，蛮好笑的。哦，我觉哼哼得就是有一点就是可以说是的那种会心之笑，因嗯为他们嗯嗯弄得比较明显的、比较显然的吧，所以就大嗯嗯概他们想的是，也许是观众朋友们就不会太嗯，不会懂幽默，就是他们对对他们啊，就所以那个什么主持人需要用汤匙来喂他们，要喂，就是哦，哎，这是嗯嗯，笑话，你好好吃人，好好对对对，消化掉。嗯嗯嗯嗯，所以我对对对。看到的是这么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像刚才你说的是比较是大陆的节目吗？还是台湾的节目也这嗯，样呢？对对，哦，嗯嗯，大陆的节目比较多一点。我看的是，就哦，比方说，我看我刚刚举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嗯那嗯嗯，种什么《非诚勿扰》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就这有哦，什么相亲节目，嗯嗯还有在那个在课堂上，我记得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在课堂嗯嗯上有一个老师开着玩笑，就比方说，我们快到那个期末考试，要交那个嗯期末论文，然后我嗯我有一个学生问老师，啊，老师大概那个期末论文要多少字？然后那个老师说啊，你给我1万字也好，2万字也嗯好，10万字也好，可是嗯嗯，他后边还要加到，他就是还要加上一个句子啊，这是开玩笑。我觉得做一个意大利人的我，那当然是开玩笑啊，嗯嗯嗯嗯，谁有时间写十对呀，万字是啊，的又期末论文？对对所以当然对对，是开玩笑。为什么要做的这么明显、这么显然呢？那就这个。哦，像刚才我觉得我的想法啦，因为我其实也很少看台湾的节目了，对哦，我上次看嗯电视好久以前，哦天哪，anyway，好，但是那个我觉得啦，就是我们先说，我觉得台湾的幽默感跟大陆的幽默感，可能那个台湾、香港的幽默感，可能以前那个我们说那个那个口味可能有一点像，对，那最近我不知道。对，但至少很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的幽默感跟大陆的幽默感，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大陆他嗯们的幽默感真的就是非常的粗俗，对。但是我说的粗俗不是说会那个骂脏话呀，或者是那种，而是有一种真的有一种来自农村的那一种，你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你真的没有办法体会那一种笑点到底在哪里。对对，像呃很多时候，有时候我看的那个大陆人他们的笑话，有时候或者是一些歇后语，不晓得人知道歇后语这样子。对，我觉得歇后语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对，就是比方说那个前面他讲的是给你一个情境，就是给你一幅画，但是其实背后就是一句好那个就是很尖酸、很刻薄的一个评论这样子。对对，那像前面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很多都是要有农村经验。一个成长背景，你可能才会了解。那像有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都是生长在都市里面，对，然后我就会不太懂大陆人的笑点在哪里，或者是那个笑点，我就觉得好我懂，可是好粗俗，那个台湾绝对都不会这样子讲的这样的一个嗯笑料，对。那还有刚才讲到的那个节目上可能会做的非常的明显，我觉得，像台湾的节目，像以前可能台湾比较有名的一些。
常常让人看了会心大笑的那一种节目，可能就是《康熙来了》这样的一个节目。对，因为嗯因为这个节目它其实影响了很多台湾人的现在的年轻人的幽默感。这样对，嗯这种幽默感，我觉得呢，就会可能就像刚才你说的，跟意大利式的幽默很像，有一点就是去损人，或者去酸别人，或者是有一嗯点去卡通化某些人的一些特别有趣、特别好笑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大家觉得好笑的不只是画的内容，还有是一个人他的个人风格。像我个人就觉得《康熙来了》里面那个小 S，他的个人风格是非常的强，他有时候不一定。他讲话不一定是一种酸人，正在酸人，可是你就会觉得那种语调、语气特别的嗯让你想笑。对，我觉得这种台湾的幽默感，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去抓。对，就是有时候是要看整体的气氛这样。对，那还嗯有节目上的一些效果，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他们的那个效果可能是在当害怕观众不笑，所以故意去弄得很明显。因为这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就很像，就是我们都知道华人喜欢热闹，那华人喜欢热闹的反面就是华人特别害怕尴尬。对，那嗯对，或是这个是台湾也一样，大陆也一样，对，所以他们就特别的担心说，哦，我今天讲了一个笑点，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东西，可是别人抓不到我的笑点怎么办？那个场面就会非常的尴尬。那只要场面一尴尬，那前面的那种前面做的再好都完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要确保每一个我们做的梗，对，就是每一个梗都要有人来嗯接，所以他们就会做的特别的明显，这样。对啊，这是我个人自己的感嗯，觉了。其实不是你说的非常，你刚刚说的是，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喜嗯欢热闹，然后他们最嗯嗯，怕的是尴尬。对，你讲到尴尬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就突然就明白为什么嗯嗯他们要把每个梗每个嗯笑点嗯弄得非常的明显，弄得非常显然。我 嗯嗯现在我就明白，因为他们怕就嗯嗯是观众朋友不接嗯嗯嗯，这个梗，所以要对弄得非常的。对，还有你刚刚嗯嗯讲到的是这个大陆人的一些幽默的，就嗯嗯是主要的是电视节目的幽默感有点粗嗯俗的，还有一些就是农村文化的因素在嗯嗯里头。我记得我还在北京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跟我说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笑点，那时候嗯是来自于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地方的人，他嗯嗯就上电视，然后说自己给他的前女友写嗯过很多诗，然后他说自己他就是他的前女友连一个都不喜欢，哦他写过的那些诗，所以他说这个什么，他想说的是我很难受，想嗯哭，啊嗯就是因为他的口音有一点不标准，所以他嗯听起来有点像狼兽嗯香菇，所嗯以有一个人就是把他的就是面部就是涂成蓝色的，然嗯嗯嗯，后哦，就是做成一个香菇的样子，一个嗯嗯嗯。这说啊，你看这就是狼兽香菇，对对对对对，那我记得那个这个梗，那个几年前也非常的红，对，到处都在传，嗯对对对，就那个懒收香菇这样子，对啊，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有一种来自农村感的这样的感觉，对大陆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笑点。刚才我们那个我也提到了，就是怕尴尬这样子。对，那想嗯。问一下，如果像对你们意大利人来说，如果今天你讲了一个笑话没人笑，你会觉得有一种丢脸的感觉吗？我自己，我自己已经习惯了。哦哦，OK，其实我习惯就是有一种场合吧，我讲一嗯个笑话，没人笑，我就习惯了，因为就说，哎，你这个幽默感是太怎么说这是太励志的，就是哦，有可能太高级的那一种，这太高级的，这太嗯就是要拿个笔记，要拿一张纸给我介嗯，绍一下笑话，我才能笑出来。哦，OK，嗯嗯所以嗯我这个我已经习惯了。其实
不知道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会觉得尴尬了，因为这特嗯别是就是在有一个全家嗯嗯来集合，然后大家一起聚个餐，然后会有嗯一段时间，特别是喝酒之后，有一个爷爷，然后想要讲一个笑话，可是嗯那嗯嗯，爷爷会讲的笑话是他年轻的时候听到的一个笑话，这现在哦，就是可以说的笑点已经可以说过老了时了吧？过时，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哼对，过时了吧？所嗯哼，以他那个孙子孙女听到笑话到了笑点的时候就没人笑，就啊，OK 明白了，那 OK，对，所以我们哦，就是为了不让爷爷丢脸，我们会哈哈哈，就是假嗯装哼哼。好笑。哦，OK，了解。所以那个可能所以如果没人笑，然后你就会觉得好，那就过了，然后也不会去在嗯，意这件事，这样子。哦对对，，OK，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华人跟意大利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延续刚才我们说的，华人怕尴尬，对，那尴尬，然后可能尴尬了之后就是出丑，就是那个人说笑嗯话的那个人就很害怕出丑。其实讲到最后，好像还是跟面子有关。我们都知道华人非常重视面子，所以如果今天嗯我讲的笑话没人接，然后尴尬了，然后我出丑了，这样，然后这件事嗯，好像就会一直放在心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意大利人的优点，然后是华人的缺点。对，没人笑，那就换下一个嘛，或者改天再来。对，可是我们都会对觉得，完了，大家都看到我丢脸的样子，然后我就会一直想说，别人都会记得那天在什么场合我说了一个笑话，没人笑，大家觉得我很尴尬，就会放在心上放了很久，这样子。对呀，对。嗯，而且对，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比较像华人的有这么一个思路，就华人的这么一个想法。嗯长大了之后觉得没关系，反正没有人会记得我嗯，就是2个月之前或者2年之对对前讲过一个不好笑的笑话，这对个没关系。对对，OK，可是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特别又会就是特别嗯关注这，就是放在我自己的心上。哎呀，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特别的那个害羞，虽然非嗯常爱讲笑话，可是嗯，不常讲，因为哦，因为这个原因。我不OK，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讲过笑话，然后没有人笑的这么一个经验有吗？应该是有啦，我相信有，可是我记不起来。对，因为为什么我现在那么不爱讲笑话，一定可能也是跟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对，或是我可能就不是啊？一个幽默感的人，对，所以，嗯，嗯。对啊，对，是也许是我嗯们我们那个大脑子，就是为了保护我们，就是把嗯，那个东西就是抛到脑后，这对对对，没错，不再所以提这个。对对，所以那个，而且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不太会讲笑话，因为那个我忘记意大利语是不是叫做那个什么那个 beauty figure 这样子，就是出丑啊，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对，就是出手出大对对洋相，对，对对对，出洋相，对，所以我觉得我这点我还是很华人，就是我会担心没人笑，然后自己出丑了，然后我会放在心里放一辈子，所以我就现在我就会是比较打安全牌，就是进那个这样子。对，anyway，嗯，但我觉得这样子的那我不知道你，生活不太好。嗯那我不知道你上课的时候也会，就是你那个嗯就是教书的时候也会嗯，会讲笑话吗？还诶，是好像不太会。不太会？对，但我觉得好像会讲笑话的老师是很有趣的哦，因为我是担心说，我怕我的笑点会不会踩到某一些学生的点，或者是这样，嗯。对，所以我就是打安全牌的人嘛，所以我就是选择绝对不会出错的事情来说，这样，对，嗯嗯哦，OK，嗯嗯其实我平时是一个会讲笑话的一个嗯嗯老师。嗯嗯其实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比较敏感，就是不是两个嗯地方，是有2件，就是以前发生过，就是应该是最近几个月都发生过的两个嗯嗯不同的经验吧。我嗯嗯，先跟你讲一个，就好，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介绍。
那个不是讲课是嗯哼，什么？是参加一个会议吧，就是开一个会，然后嗯给大家介绍我刚翻译的、刚出版的那个《台北人》。嗯哼，那我记得我们开会的前2天有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举办部门就给我打嗯嗯，个电话，然后跟我哦，说：“哎，你看我那个我们会讲这个台北人，你有大概什么30分钟嗯的时间来介嗯哼，绍一下。可是嗯，千万不要讲太多的笑话。”哦，我就我就我就说啊对啊，为什么？对啊，为他说什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正式的场合上，你嗯嗯，讲笑话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不会把你就是当真了，哦哦，不会就可能，不会把你当回嗯，事吧？哦，可能会觉得不严肃这样子。对，哦，OK，对，不严肃。所以我嗯哼，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对，就是做自己的发表，然嗯后介嗯绍台北人，然后我嗯嗯特别想要去讲一个笑话，嗯嗯，最后没有讲，因为这个啊原因。我觉得这样很可惜耶，因为嗯，就对啊，谁说讲笑话不严肃呢？有时候对太严肃的对场合才会让对人家觉得无对聊吧？对。那对啊，还有另一点就是，嗯不是，这是去年的一件事情，嗯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上课，我在教的是也许是嗯嗯2年级或3年级的学生，所以嗯嗯就是中文应该有一定的功底吧，嗯哼大概2年级、嗯3年级大概会。嗯嗯那我不记得我在讲什么，可是我跟他们说，哎，你们这个词要小心，因为你嗯嗯们那个读错了就会有什么呃不理想的一个效果。嗯嗯，这个词太等于我就说了什么，也许是灌木，灌哦木，哦，嗯，对对那对，不是灌木跟棺木。我说，嗯嗯，哎，这小心点，不要说棺木，因为棺木是那个我刚刚这个讲的对是对对，什么坟墓啊、棺木啊之类的。嗯嗯，后来才发现，其中一个学生的父母是专门搞哦棺木的，跟安排葬礼的。哦，OK，嗯。昨天的这件事情太丢人了。哦，OK，对啊，那个，对，就有可能我们会一般觉得大家是觉得尽量去避免的词，但是他好像嗯又不一定，就是刚好就碰到有人专门做那件事，对，就会觉得哎嗯，有点丢脸。对，对对对对，哦，那我理解，所以有时候都很害怕讲错话，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我觉得你研究幽默这一个主题，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很需要幽默，可是有时候幽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对，那个结果嗯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然后就是因为幽嗯默它可能有一种不确定性，所以更让大家觉得它的魅力吧。对，有人害怕嗯它的魅力，但是有人很喜欢它的魅力。今天我们跟安东讨论了很多关于幽默的一些看法，我们比较了中式的幽默感和意式的幽默感，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些幽默的一些方式。好，对，以及我们也谈到了那个台湾跟大陆之间，我们幽默感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好，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幽默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希望今天和安东的对谈能够对你认识中式幽默有一些帮助。那如果你的文化、你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幽默感，你也可以跟我们在下面分享一下你觉得有趣的故事哦。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安东特地拨冗来接受我的访问，我们谢谢安东，谢谢你，谢谢你来谢谢，邀请我，谢参加这么优秀的、这么高级的一个播客。好，我很少有机会在这么一个轻松的、随性的场合来讲我自己的爱好跟兴趣，所以非常感谢你。谢谢安东。